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这是电路原理的第13讲，我们来讨论平衡电桥。在前面的第12讲里，我们介绍了电阻的串联、并联和串并联。但是遗憾的是，并不是所有的电阻连接都能够看成串并联的。比如说这个电路，之所以管它叫做电桥，是由于这个电路在原来的两个串联和另外两个串联并联的基础之上，中间有一个支路作为一个桥梁，把这两个支路连接起来了，所以它叫一个电桥。由于有了这个桥梁，使得这两个支路之间可能会发生关系，因此这5个电阻之间就不存在简单的串并联关系了。这当然给我们的电路分析带来了麻烦。但是呢，我们等会儿会介绍，桥式电路对于电路的应用来讲是非常有用的。我们这一讲呢，将会介绍一种特殊的情况，平衡电桥，从而能够使得桥形电路转化成串并联电阻电路。在下一讲里，我们还会讨论一般的情况，使得任意的桥式电路都能转换成串并联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开始推导。假设那个电桥不存在，那么我们设下面的这个节点是参考点。关于参考点，我们既可以画成这样，也可以画成这样，这二者是等价的。根据参考点，也根据上一讲我们说的两电阻串联分压，我们就知道 UA 是等于 R2 比上 R1 加上 R2 乘以 US 的。我们也知道 UB 是等于 R4 比上 R3 加上 R4 乘以 US 的。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，对于一种特殊情况，也就是说 R1 乘以 R4 等于 R2 乘以 R3 的时候，在这种情况下 UA 和 UB 是个什么关系呢？我们来推导一下。把这个除到这边，带到这里面来。消掉，消掉，消掉，于是就等于就等于 UB。 看到了吗？在满足这样一个特殊条件的时候 ，UA 是等于 UB 的。在电路中，如果说两个节点之间的开路电压是相等的，我们管这两个节点叫做等电位点。那么在电路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，就是等电位点之间，我们连接任意的阻值，不破坏其他支路量。那也就是说，在这两个等电位点之间，我们既可以是开路，就是现在的情况，也可以是短路，也可以是任意的电阻。这几种情况对于其他的支路量来讲都不发生任何变化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，有了这个条件以后，对于我们简化平衡电桥的分析有怎样的帮助呢？大家请看这个电路。首先，它是一个电桥。其次，由于1乘以4等于2乘以2，它是一个平衡电桥，因此对于这个电阻来讲，我们可以认为它开路或者短路对 I2、I5、I6、I3 和 I1 都没有任何影响。那么你看，如果说把它开路的话，这个电路就是1串2并上2与4的串。如果说认为它是短路，那么这个电路就是1并上2再串上2并上4。大家可以下面来分析一下，这二者的结论是一样的，都是2欧。于是这个电路就变得非常简单了。我们此前那讲所讨论的串并联就可以完全用来分析
求解出 I1 到 I6。需要指出的是，由于这是一个平衡电桥，因此这个桥上的电阻组值为任意值的时候，这个桥上都是没有电流的，因此 I4 总是等于0的。利用这一点，我们还可以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那就是用于检测电阻值。我们把电路画在这儿。在这个电路里，我们把刚才的桥上的电阻换成了一个电流表，这是一个待测的电阻，其他的 R1、R2 是已知值，我们可以调整 R3 的数值，这是一个可变电阻。根据前面的讨论，我们就知道，当 R2 乘以 R3 等于 R1 乘以 Rx 的时候，这上面的电流为0，于是我们就可以调整 R3 的阻值，观察这个电流表的读数，使得满足这个条件的时候，电流表的读数为0，于是我们就能够知道 Rx 是等于 R2、R3 比上 R1 的。这就是我们用来测量电阻组值的非常重要的电桥。好了，关于这一讲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